小哥在爬山时发现一只奇怪的动物，这家伙蜷缩着身体躺在路边纹丝不动，看它长长的尾巴，本以为是只受伤的猴子，可当小哥刚准备靠近查看一下情况时，这只奇怪的动物却突然抬起脑袋盯着小哥，甚至还主动朝他走了过来。这突如其来的状况把小哥给吓得够呛，立即害怕地发出声音试图阻止他靠近，所幸奇怪动物似乎被震慑到，这才停了下来，但还是满脸好奇地望着眼前的人类。而缓过神来的小哥看到他的模样后，却再次被吓了一跳，因为这只动物的长相特别奇怪，并不像普通的猴子。酷爱爬山的小哥见过各种各样的动物，但这种奇怪长相的他却是头一次见，本能的警惕起防止这家伙会突然暴起伤人。小哥本打算在不惊扰到对方的同时悄悄离开，但没想到奇怪动物似乎察觉到小哥对他没有恶意，下一秒竟然迈起四肢再次朝着他靠近。小哥瞬间被吓得屁滚尿流，转身撒腿就跑，跑的同时还不忘发出声音试图再次震慑对方。可这次奇怪的动物非但没有感到害怕，反而还更加激动，加速朝着小哥追去。这一举动把小哥给吓得更不敢停下来，而这只奇怪动物就一直锲而不舍地跟在身后，摆出一副不追上小哥就是不罢休的态度。就这样在一段时间的你追我逃中，小哥察觉到奇怪动物似乎对自己并无恶意，于是鼓起勇气停下来，想看看他到底想干什么。这家伙也确实没有对小哥发起攻击，而是凑到小哥的身边嗅起了他的气味。小哥松了口气的同时开始仔细打量起他的模样，发现这家伙全身覆盖着黄棕色的毛发，长着尖嘴猴腮，整个身体加起来大概有50厘米左右。最为独特的是那根颀长无比的尾巴，并且拥有一双圆溜溜的大眼睛和一对招风耳。光看外表确实很像是只猴子，但细品之下又总感觉哪里不太对劲。原来它的四肢并不属于灵长类那种细长的手，反而更像是熊类那般有着锋利的爪子。但小哥经过一顿仔细的分析下来，最终还是没能搞清楚这家伙到底是何种动物。那么有见多识广的朋友知道它是个什么动物吗？而这只未知动物在嗅完气味后不仅没有离开，反而冲到前方拦住了小哥的去路，居然还人性化的站起来要小哥抱抱。在野外能遇到这么亲人的动物，小哥也是头一次见，因为通常野外的动物都对人类特别警惕，更别说大胆到近距离靠近，即便是流浪猫狗都没有他这么热情。于是小哥索性就停下来看看他到底想做什么，却没想到这家伙居然一把抓住他的裤脚，然后就像爬树似的朝着小哥的身上爬去，一副自来熟的模样，都不担心人类会伤害他。看着他一系列奇怪的举动以及瘦弱的身体，小哥猜测他应该是很久都没找到食物进食，估计是饿坏了才会迫不得已躺在路边，希望能遇到路过的好心人类发出求助。善良的小哥也不忍心将他丢在这里不管不顾，但他也没携带食物，并且不知道这家伙能吃什么，于是便任由小家伙爬到了自己的肩膀上，打算驮着他下山，然后送去野生动物救助中心。而这聪明的小家伙似乎明白了小哥的意图，不仅没有害怕，甚至还大胆地扒拉起小哥的头发，不知道的还以为这是他家养多年的宠物呢。就这样一路相安无事，很快就来到山脚下。小哥找到自行车后，却发现没有多余的座位，没想到直接将奇怪的动物给装进了塑料袋里，边提着袋子边骑车赶往野生动物救助中心。途中小哥猜测这家伙之前应该一直生活在山上，这应该是他第一次下山来到人类生活的区域，因为只是路上经过汽车发出的声音都能把这个小家伙给吓得够呛，下意识地缩到小哥的怀里寻求庇护，似乎只有靠近小哥才有十足的安全感。之后一路上就乖巧温顺地依偎在小哥怀中，小哥很顺利就将他送到了野生动物救助站。1个月后，当小哥来看望他的时候，没想到这个小家伙一眼就认出了当初的救命恩人，激动地扑到小哥的怀里撒娇卖萌起来。小家伙主动且热情的行为让小哥很是欣慰，庆幸自己当初冒着风险将他给带了回来。不过看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搞明白，这种像猴子又像黄鼠狼的小可爱到底是个什么动物呢？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这只小松鼠被鱼线牢牢缠住身体，无论它怎么挣扎都无济于事。就当小松鼠感到绝望准备认命之时，一位爬山的小哥和同伴发现了它，两位小哥心生怜悯，决定帮这个小家伙。可没想到小松鼠的脾气还挺大，或许是担心眼前的人类会伤害自己，小家伙不停挣扎着拒绝小哥靠近，甚至还差点咬到了小哥的手。不过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而放弃救援，只见小哥瞅准机会一把将小松鼠抓到手上，接着便尝试帮他解开缠绕在身上的鱼线，可这家伙总挣扎着想要逃离，时不时还伸出小脑袋朝小哥咬2口。好在小松鼠并没有真正伤害人的意思，只是想通过吓唬人从而摆脱束缚，毕竟常年生活在野外的松鼠害怕警惕人类也是情理之中的事。可由于鱼线缠绕的太复杂并且勒得很紧，加上小松鼠情绪不稳定，总不停地挣扎，导致小哥和同伴忙活了20多分钟，尝试了各种办法都没能解开他身上的鱼线。而他们外出游玩也没有携带趁手的工具，于是小哥决定先将小松鼠带回家。到家后，小哥找来一把剪刀尝试剪开鱼线，果然在工具的辅助下进度快多了，但小松鼠还是害怕的动来动去，不肯老实配合。小哥只能小心谨慎的一点点剪开鱼线，生怕动作太大会伤害到它。
很快小哥就将松鼠身上的鱼线彻底清理干净，小松鼠也终于感受到了久违的自由。此刻小家伙似乎也意识到误会小哥了，明白小哥之前的行为只是想帮助自己，于是一改之前凶狠的态度，立即变得温顺乖巧起来，还任由小哥抚摸。小哥拿起一旁的鱼线查看，感到一阵后怕。如果不是今天上山恰巧碰到了遇难的小松鼠，小家伙一直被这捆鱼线缠绕无法脱困的话，估计当晚就会成为森林中一些食肉动物的晚餐。或许是被困那段时间一直挣扎太累的缘故，此时小松鼠已经趴在桌上没心没肺的睡起了大觉，丝毫不担心眼前的人类会伤害自己。小松鼠可爱有灵性的模样深受小哥的喜爱，于是特地去买来各种各样的美味坚果，准备招待这个来家里做客的小可爱。闻到香味的小松鼠瞬间从瞌睡中醒来，毫不客气地接过小哥投喂的食物，随即便捧在手心里美滋滋地啃了起来。没想到小家伙就连吃食的样子都那么的可爱，让小哥忍不住摸了摸它那柔软的毛发。几天后，小松鼠完全恢复了健康，于是小哥便带着它来到森林准备放生。经过几天短暂的相处，一人一鼠成为了彼此最好的朋友。如今小松鼠非但一点都不害怕小哥，还大胆地在小哥身上爬来爬去，玩得不亦乐乎，对小哥由最初的害怕转变成依赖和亲昵，即便身处森林也没有立即逃离，甚至还有种赖在小哥身边不想走的架势。但小哥明白大自然才是他真正的家园。等小哥好不容易把他从身上赶走后，没想到小松鼠爬到树上后还依依不舍盯着小哥，委屈巴巴的模样让人十分心疼。那一刻小哥差点就要心软了，没想到小松鼠一眼就察觉到了，下一秒快速爬下来，竟趁机钻进了小哥的口袋里。这是铁了心要赖在小哥身边一辈子啊！小哥抱着小松鼠，既欣慰又有些感动。既然小家伙最终选择了自己，于是下定决心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他。回家后，小哥就特地空出来一间屋子，还斥巨资买来各种各样的材料，多得数不胜数。他这是要给小松鼠打造一个豪华大别墅，为此还特地找来好朋友们一起帮忙建造。就这样，在小哥和同伴们辛苦忙碌一天后，一个豪华且舒适的大型游乐园便成功竣工。里面不仅有舒适的窝和吊床，以及各式各样新奇的攀爬设施。为了让小松鼠能更好的锻炼身体，小哥甚至还制作了一个电动跑步机。不得不说，小松鼠实在是太有福气了，可见他当初留在小哥身边的决定有多么明智。小家伙看着眼前的场景，瞪大眼睛，有些不敢置信。这样有趣且豪华的家，他平时也只有在梦里见过。有那么一刻，他甚至觉得这里就是所谓的天堂。小松鼠在里面东瞧瞧西看看，迫不及待地窜来窜去，打量着未来的新家，对这里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好奇，更是亲身体验了一把小哥制作的电动跑步机。看小家伙一脸激动的模样，就知道他对小哥准备的大别墅非常满意。小松鼠也没想到一次的落难竟因祸得福，如今不仅过上了衣食无忧的生活，还住上了梦寐以求的大别墅，从此走上鼠生巅峰。不得不感叹缘分就是这么的奇妙且有趣啊！如果对动物故事感兴趣，可以来我的主页观看更多。小哥在野外发现2条像壁虎的小蝾螈，没想到这2个小家伙还特别的有灵性。当小哥将手伸进水里时，小蝾螈非但没有害怕的逃走，反而还好奇的朝着小哥游了过来。在接触到手指的一刹那，小蝾螈竟大胆地爬到了小哥的手心里。小家伙不仅可爱，还有灵性，特别惹人喜爱，让小哥有种带回家当宠物养的冲动。突然，小哥在一旁发现一坨像果冻的东西，小哥在好奇心的驱使下将它拿到手中，才发现这竟是成千上万的卵。考虑到这些卵就在小蝾螈附近，小哥猜测它们就是那些小蝾螈产的卵，于是机智地偷走了一点，准备带回家孵化。但没想到孵化出的东西却让小哥大吃一惊，在小哥的精心照料下，蛋卵快速成长，短短几天就能看到生命的迹象，甚至有些已经开始在卵里不停摇晃。1天后，所有的小黑点都基本成型，看着似乎有点蝾螈的那个感觉了。只见它们活跃地在卵里游来游去，其中一只竟悄悄游到隔壁的蛋卵里，原住民也不甘示弱，游到了它的蛋卵。就这样，2个小家伙搞笑地进行了房间互换。突然，角落的一个小家伙竟钻破蛋卵，成功越狱，第一个来到外面的世界。小哥担心这个早产儿会不会出意外，于是拿来镊子小心翼翼地触碰进行试探。可无论怎么扒拉又宰，都是一动不动。好在最后在喷水枪的刺激下有了反应，看到小家伙还活着，小哥也松了口气。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越来越多的蛋卵孵化出来。仔细观察，发现它们都长着一条长长的尾巴，模样越看越像是小蝌蚪。不过小哥也没有见过蝾螈小时候的模样，毕竟蝾螈也长着一条长尾巴。为了让这些刚出生的小家伙能填饱肚子，小哥含泪拿出了珍藏多年的鱼片。他前脚刚把鱼片扔进水里，闻到鱼腥味的幼崽瞬间游过来开始进食。从它们的体型来看，这块鱼肉够填饱肚子了。之后小哥好奇心泛滥，竟然想尝试看看他们会不会吃大米饭，但奇怪的是他们似乎对米饭无动于衷。小哥觉得可能是米饭放在中间他们看不见，于是专门把米饭推到了他们所在的角落。没一会儿，其中一只竟然主动开口尝试食用，并且伴随着米饭的香味散发出去，其他的小伙伴也相继游过来争抢。没想到这些小家伙竟还爱吃大米饭，
小哥为了让它们能尽快长大，露出庐山真面目，于是特意去抓来一些红虫进行投喂。没想到其中一个小家伙特别的调皮，嘴巴里的虫子也不一口吃进肚子，非要含在嘴里吐来吐去，不停的卖萌。这可爱的模样把小哥的心都给萌化了。在小哥的精心照料下，没过几天，当初的小家伙长出了2条后腿，又过了5天，幼崽们顺利长出了前腿。由于蝾螈也是4条腿1条尾巴，乍一看这些幼崽的外貌看起来也挺合理，可小哥怎么琢磨都感觉似乎哪里有些不太对劲。这些幼崽更像是蝌蚪蜕变成青蛙的过程。此时小哥内心终于产生了动摇，不禁怀疑自己当初是不是真的偷错了卵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还是给他们换个新家，于是小哥又重新布置鱼缸的环境，用河边捡来的小石子铺满整个鱼缸，这样更有利于他们的成长和生活。没过几天，小家伙们的样子越来越清晰，其中一只幼崽已经快要变成青蛙的模样。小哥此时才真正确定自己偷错了卵，出于内疚决定要将这些幼崽放归自然，毕竟在池塘里他们才能有更广阔的活动场地，说不定还能找到自己的妈妈认个亲啥的。不过小哥最后还是留下了2只幼崽，要把它们养大，看看到底是青蛙还是蝾螈。这2只幼崽是他最后的倔强，然而最终结果却让小哥再次大失所望。几天后，幼崽已经完全长大成型，这蹦蹦跳跳的模样怎么看都是一只青蛙呀。不过这种迷你的小青蛙我还是第一次见到，看起来萌萌的还挺可爱，让人有种把它据为己有当宠物的感觉。不过小哥还是决定把小青蛙放归大自然，毕竟大自然才是他真正的家园。望着小青蛙依依不舍地离去，小哥内心竟还产生了一丝不舍。虽然最后小哥也没有得到心心念念的小蝾螈，但他也有幸体验了一把当妈妈的感觉。不过看到最后我还是没有搞明白，这种小巧玲珑的青蛙到底是个什么品种呢？